欢迎您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作恒。首先来欢迎这一节要参与我们讨论的来宾，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杨老师。作恒好，各位朋友好。时事评论员李永平，大家好。再来是淡江大学的财务系教授聂老师，等一下会加入我们的讨论。好，我们先来关心呢是这个现在在川普啊，是不是他也误判了整个情势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哦，在关税战之后啊，川普呢大刀一挥，好，本来是不是预期说大陆就会跟他低头？但是你看呢，习近平哦也把态度踩得非常硬，他又再度的呢公开的说，关税战跟贸易战是没有赢家，而且呢中国是不惹事，但我们也是不怕事的。他这样的言论呢，也把底线是踩到最底哦。那么另外是在这个联合国的安理会会议上呢，更是中国方面代表直接的当着美国代表的面就说了，美方啊，你不要再玩火了，还说呢，你打着这种是所谓的追求对等啊、公平啊，但其实根本就是颠覆了国际经贸的秩序哦。那你看看川普怎么回应呢？川普啊，对于现在这个中方的态度踩得这么硬哦，他还是不断的重申说有啦，我们有谈话。我们先带你来听。Clarify with whom the U.S. is speaking with China. They're saying it's fake news that trade talks are happening. Well, they had a meeting this morning, so I can't tell you. It doesn't matter who they is. We may reveal it later, but they had meetings this morning, and we've been meeting with China. 好，这个有人到底是谁呢？好，我们看川普呢是没有办法具体的来说明哦。那么现在呢，《纽约时报》啊更说啊揭露，美国官员呢好像私下也承认他们有点误判了中方的反应哦。因为呢，他们就发现到说啊，引述川普政府官员私下一个表述说，承认没有能够准确预测中方的反应。那有鉴于说呢，现在的这个中国对于美国的出口规模非常的庞大，所以川普本来是以为中国会是首批请求关税豁免的国家之一哦，没想到人家也跟你就来玩真的，这个似乎有点弄巧成拙。那么美国前副国务卿呢坎贝尔更直言说，最大的风险啊就是疏忽以及误判，不管是在军事上啊，还是在贸易协定上啊，没有适当的观察，而且呢也没有适当的管道来调解这当中的摩擦，所以惨的是谁呢？当然就是一些企业啊、老百姓啊、农民啊。我们就看到呢，贝森特啊，他曾经说，他说中国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是不能够持续下去，这会损害中国，也损害世界其他国家。还说美国想要帮中国的经济转型呢，可是你看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怎么回呛呢？他就说美方自己随便的施加关税，这个才叫做严重破坏贸易规则，而且呢，损害是大家的全体利益哦。全体利益呢，首先啊，这个就是美国有188家的企业已经申请破产了，这比起2024的第一季度哦，139家，你看差距还蛮多的，也是呢2010年的第一季度以来最高的一次的数字哦。另外是还有在美猪的部分啊，你看中国现在也实施反制裁，所以过去一周取消了12000公吨的美国猪肉订单哦，这个堪比是疫情当时爆发的程度哦。另外是呢，在大豆的部分啊，现在这个农民苦哈哈，美国的大豆呢要卖给谁？这是一个还要打上问号的哦。所以你看，2004年本来爱荷华州有40%的大豆产量呢，都是卖到中国大陆的，但是现在呢，农民很担心，我到底还要不要种下去呢？另外是在波音的部分也陷入了退货危机，因为呢，就说波音在中国的市占率可能会持续下滑，光是这一周有3架的飞机就陆续遭到退货了。那2024年呢，你看到空中巴士反而在中国的市场占比是持续的提高。那波音执行长现在就说了，如果中国持续拒收我们的客机的话呢，那未来他们也不会想要再合作，希望可以找到替代方案哦。那川普呢更抨击说中国啊违背这个波音的购买协议哦，甚至说啊波音应该要因为中国没有办法购买原本承诺买的飞机，来对他们实施违约的
的这个处分，要求说他们有违约的行为。可是呢，现在波音啊，到底飞机要卖到哪呢？就有传出说印度方面啦，印度航空呢很可能会来洽谈接收这一些被中国航空公司给拒绝的飞机哦。只是现在当然这个印度也是在玩两面嘛，就是搞平衡嘛。所以呢，现在在这个关税大战之下，印度的处境似乎也相当微妙。因为我们知道印度呢，向美国出口的很多产品呢，包含技术啊，以及石化领域啊这些产品呢，有相当大一部分其实也来自中国。所以如果呢买的太多啊，中国呢也实施报复措施的话，印度可能也是大难临头。好，我们要先请教是聂老师啊，聂老师怎么看呢？说现在啊，这个传出川普似乎有点误判了中国的态度了吗？当然是误判啊！我先讲，现在川普他基本上是慌了，因为他现在内外夹击。那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现在国际氛围已经受到大家都非常清楚的知道，所有东西是你挑起的。而中国呢，因为在川普1.0版的时候呢，跟川普当时呢还是有一点谈判妥协，总共有13轮。这13轮，尤其在密集谈判的2019年1月到5月的时候，当时他们3号都认为好像都差不多，结果没有想到川普会一直乘胜追击，到7月到10月的最后2次谈判。其实类似我要讲这个，是因为当13轮谈判的影子可以延伸到现在，当时叫贸易战，现在叫关税战。因为后来他们发现，他们的所有的妥协到最后都没有用，你再怎么妥协都不行。所以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中国是忧心、惶恐、焦虑的，他惊惶失措。可是到了最后，他知道他必须沉着。你看早期的时候在杨洁篪，后来在阿拉斯加讲的一些话，到最后10月谈判的时候，他们已经开始沉着，开始要应战，甚至要出击反击了。我现在重点就是，后来经过了拜登那一段时间，他们呢，当然在类似的伤也开始沉淀。我觉得啊，我们的对岸他们的上层一定是做了很多的沙盘推演。川普上任之后，从拜登那个时候也给了他非常多的这种美国的中国的一些科技的压力。到川普2.0版的时候，他们也看出了川普要做的东西绝对不是他要说现说要的就是要的，他要达到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将来不让中国能够下去。所以现在呢，中国呢，他们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如果战争是美国要挑起的，不管是贸易战、关税战，就现在的样子，他甚至讲到一个，不管任何形式的战争，我跟你奉陪到底。这个奉陪到底造成川普慌了，因为川普啊一直认为我打关税战，你会很早的来排队来跟我谈，他没有想到会造成现在的这种情况。因此呢，中国为什么敢这样？因为他已经有非常多的杀手钳，就是他的筹码底气握到手了。他一个一个丢出来，各位可以看到之前不管抛售债券是不是他丢的 bond，OK， 再来讲波音的事情，从4月19号、4月21号、4月24号连续3架回去，一架波音飞机5500万美元，18亿台币，连续3架。当时从胡锦涛到习近平2025还去跟这个2015呢，还去跟这个奥巴马谈的时候，就已经跟波音讲好300架陆续来。最少现在将近200架，180多架没交机，光从现在的3架就让川普慌了。请问未来怎么办？所以波音马上产值就蒸发了好几千亿，你会发现那个 CEO 就急了，当然就跟川普喊话了。现在川普呢，当然就内外夹击了他还有5大企业主呢也开始说你川普呢就违约。现在呢，人民呢他的通膨也会慢慢增加，那么多的中小企业呢，使他根本没有办法进货，或进货太贵卖不出去。他就有内的夹击，外夹，他现在一直紧张了。习近平，你为什么不来谈？快点来谈吧！痴应等，殷盼望，还不打电话来，你知道？但他不敢自己讲，他这种人死不认错的嘛。他这个黄人守则3块 ，attack， 攻击再攻击。第二，绝不认错，死不认输嘛。死不认输，他现在其实准备要输了，但他就是不认错。他放了多少话？一个27岁，他帮他发言的李维特。讲那么多话都是他讲的，中国呢必须来谈判，中国会来谈判，有吗？我跟你讲，中国知道谈判也没用，我跟你妥协，你下次还是要自己去磕我，所以他还有招式。那川普当时用放话来讲，一下子要加，一下说不用加了，或加低了，这些数字都是喊的，没有用，他喊的跟要的没有关系。你超过20-30%，我跟你讲，所有商品不一样，比较我们想要的商品，磕100%来保护自己有可能，大部分90%的传统商品都不需要磕这么高的关，超过5%-10%，我看就不用卖了。所以什么喊到降到50-60%也没有意义。现在重点就是中国不喜欢这一套了。我觉得中国现在还有很多杀手钳。波音是一件事情，各位稀土你要想一下，
12个关键的高科技材料领域，有7个被中国hold在手里。稀土2/3全球的产能，90%的加工力，中国可以 hold 住。现在中国最厉害的一招啦，我现在看到的，你刚讲的印度啊，他对印度会，因为他现在对南韩这样，为什么呢？他知道第一次的时候呢，他尽量妥协，请你不要这么严重的打我，你手也会痛。美国不管，照打。他现在知道你打你痛了，你照打，对不对？你要把我打到死没有关系，我跟你回打了。这个回打最重要的一招就是跟他们的科技战一样，我一样封锁你，给你1次2次的清单，封锁到无洞可钻，就是华为、金陵那个时候做法。现在我稀土啊卖给你南韩，你做所有的高科技战机也好，军事航太都好，这个东西太重要了。那以后的锗啊、钾呀、这个石墨烯啊等等，它会一个一个来。他先 hold 住你稀土，然后说你南韩你要去跟他谈了，2+2没关系。等你谈了以后呢，如果你对我不利，我稀土我跟你讲不出给你，你完了。他现在对印度也这样哦，现在波音不买了，他现在还有啊，他现在3架，还有180多架，东方航空、南方航空、中国国际航空，180多架加起来浪上，我跟你讲哦，卖不出去，你谁买？我跟各位报告一下，贵的东西啊，找买家太难了，传统商品比较好找，你到哪里去找？可以一下买你100多架的来接手的，印度接个10架怎么样？波音还是要倒，所以印度接，就算你要接，中国来这一套以牙还牙 ，like for like， 那我就让你，我也来克制你印度，所以印度也会怕，所以印度要玩2手策略，因为中国现在毛起来了，跟美国对干，川普慌不慌？内外夹击，还有他的友邦也慢慢看穿，也会脱离美国到中国这里，所以中国现在越来越拿翘，他还有很多排队的筹码。我们要等着看。对，内外夹击之下，但这个老百姓最惨。杨老师，川普上来之后啊，他现在一定后悔了。他其实如果前面这个半年好好的把俄乌战争达成一个谈判，然后呢停火的协议，其实一下子会把他的声望给抬得很高，在西方、在欧洲、在全球。然后呢，他再针对他觉得不公平的一些关税的项目或个别的国家，再去举行双边的会谈，那这个都是正常的，比较理性的做法，也比较理性，也比较能够达成目标哦。但是呢，也就是说，其实现在他做了什么，根本还没有达成他的俄乌谈判的目标。然后呢，现在对3个问题，第一个对全球的就是关税采取就是掀桌子，185个国家。185个国家，你看，连日本26%，我们台湾32%，马达加斯加47%，马达加斯加47%，所以这样子的问题是全世界都跟他掀桌子。然后第2个问题是，他对中国大陆的关税太高了，高到自己倒打到自己什么样东西呢？你看，马上其实大概不到1个月。美国的大卖场的货架上就可能没有商品了，所以他才会这么的紧张，他才会这么的，就是开始做这些暂停，然后呢，采取就是说跟中国说，我要把关税从145降到50跟65，然后呢，自己又在那边不断的前后不一，不断的反复，那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看穿他从一开始川普 1.0 到这个川普 2.0 的时候呢，打关税战没有什么真正的效益，到最后他不是为美国经济，他也不是为了这个美国的老百姓，他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为了他的大企业，他的企业朋友们，所以你就看到他的整个这种就是前后不一，对全球的关税，对中国的过高的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关税，打到自己，使自己很快的美国的经济面临到的困境。 IMF 最新的报告出来，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1月份的时候还说有 2.7%， 在2天前出来，他们认为只剩下 1.8%， 砍了1/3耶，这还是4月份。到了5月份、6月份，你觉得美国经济如果持续这样子关税战打下去的话，还会有剩下多少？对，开学、圣诞节，现在的订单完全没有办法，你更不要说关税，连船都订不到，因为他对中国制造的船还做所谓的港口费，那你船都订不到的情况之下，你整个成本的上升，这个时候逼得大家又去减少跟你美国的贸易，也就是减少对你美国的依赖。
我把这个叫做全球减美。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讲中国+1，现在已经变成全球减美的这种情况出现，那造成什么？美国现在跟全世界是站在一个对立面。这个时候呢，全世界都看中国去怎么样，就是说跟美国去谈。那中国大陆因为他手中的工具跟就是应对的方式其实有非常多，因此呢，也就是你看到刚才我们谈到的许多的这个层面，美债、服务业、稀土最重要的是这个中国大陆对美国出口的商品，对美国而言是有刚性需求的，所以才会出现到美国现在面到不断的这个困境。那现在川普呢？我觉得他根本已经有一点荒掉了。你看之前所谓的纳瓦罗或者是这个卢特尼克，现在都消失了，变成是这个贝森特财政部长。但是呢，他也前后不一致，然后呢非常的混乱。我觉得现在开始，川普要自食恶果。如果他再继续的坚持这种高关税的打下去的话，到最后只会是引火自焚了。对，这只能剩下放话了吗？永平姐，是刚才聂老师说川普内外夹击。那杨老师说这个川普引火自焚，那说实在的呢，他的情况真的很不妙。因为我们在讲呢，什么叫做贸易，什么叫做 trade 很简单啦，从远古时代人就会进行贸易嘛，互通有无嘛，对不对？连钱币还没有的时候呢，你有的我拿，我没有的跟你交换嘛。那现在关税呢，就是一个人为的壁垒呢，把互通有无的这个机制呢，硬生生的卡住了嘛。那卡住了，你说让别人痛苦，可是你自己也会受苦啊。像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一段呢，里面特别讲到美国的农民。美国的农民呢，他的那个农业州、红州呢，都是川普的大票仓。他们其实对川普如何振兴美国的经济，让美国的尊严能够再度站起来，是有很高度期待的。可是没有想到，这些人在经济上本来就是弱势，他们并不是那个华尔街的川友友们呢，每天靠放空那个靠他的利多就可以上冲下洗赚很多钱，他们不行的。结果呢，大豆滞销。猪肉也不行，那这个还是说它的外销销不出去。现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啊，都在做一个很重要的专题新闻，在做什么呢？在做美国的货架上 supermarket 货架上空了，还不是我们想象的说啊，圣诞节快要到了，你买不到圣诞树，或者是你的玩具娃娃没有头发变秃头娃娃，还不是这个层次，是食物买不到。你根本不能想象，它除了蛋价呢，极度的上涨以外，你还买不到鸡蛋，连牛奶的都买不到。他们呢，一个一个大卖场城市中的大卖场，还有乡村中的小杂货店，通通他把这个互通有无的这个机制一打掉了以后呢，它的食物的这条供应链呢断裂了以后呢，现在不止美国的消费者非常的痛苦，说东西很贵，他们呢是买不到东西呀。每天要吃一颗鸡蛋的，你吃不到那个鸡蛋；每天要买牛奶的，你吃不到那个牛奶。然后现在接下来呢，美国人就担心健康受阻。如果川普呢，接下来他还威胁说他连药品都要弄关税，那美国人就会说，那我要怎么活？这个就是今天美国人民很真实惨况的处境。对，但美国人民的惨况看起来川普呢好像还没有 get 到，因为呢，我们看川普啊，现在难道说还在笑想这个为自己第3任期来铺路吗？就看到川普现在不是有一个网络商店吗？那现在正在贩售的是什么？是这个帽子跟这个衣服上面印着是川普2028字样的服装眼尖的朋友们应该就会觉得说有点问号啊，怎么会是2028呢？对，这个是应该是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的年份啊。那按理说，根据美国宪法，川普应该没有办法再继续来参选所以难道说呢，这个2028川普的帽子呢，是接下来川普要来持续努力的目标吗？但是我们看在民调来讲之前就有公布说呢，福斯新闻的民调，川普只有获得不到50%的满意度。那你看呢，这个福斯媒体就提到说
说呢，这个想要撤除福斯新闻讨厌川普造假的民调专家，这是川普讲的他说呢，梅朵啊早就告诉他了，但是梅朵说他从来没有这么做。但不管如何呢，川普的重手似乎也倾向了新闻媒体，因为还有是美国的 CBS 60分钟这个节目的制作人突然无预警的宣布请辞，那理由就是说他被施压，那失去了做独立决策的自由。当然这些都是剑指川普，可是川普呢，他还在想着什么？他想着说我要把加拿大变成我的第51州你来看一下呢，他这个非常的狂妄的这一段话，一起来听。We don't need their fuel. We don't need their energy. We don't need their oil and gas. We don't need anything that they have. And I said to Trudeau, I said, why are we subsidizing you $200 and $250 billion a year? He said, I really don't know. And I said, well, I don't know either. I said, what would happen to Canada if we didn't? He said, Canada would be obliterated if that happened. I said, then Canada should be a 51st state. 好，可以看到呢，这个川普很狂妄的说，他想要把加拿大变成是自己的第51个州，但是呢，民调怎么说呢？民调却显示说，这个就连加拿大的人呢，他们也说，我宁可是归于不列颠，也不会去跟美国人站在同一阵线好，这是这一份民调当中显示的那自然卡宁就说，川普呢当时有提出来，但是他人坚称呢，川普是显示出对加拿大主权的尊重。问题是呢，这项民调当中呢，也显示说，54%的加拿大人宁可让76岁的英国国王来统治，也只有15%的人选择接受川普成为他们的国家元首加拿大总理呢卡尼就说，那我们现在也不需要急着和川普达成协议啦，因为呢我们在谈判当中呢是有最足够的筹码的，所以就算呢现在有这个关税的问题政府最后还是会做出最正确的决定。那加美关系难道也因此这样生变了吗？环球邮报的民调当中就显示说，和2年前相比，加拿大人希望加强和亚洲超级大国的贸易这个可能性呢已经高出了4倍，也就是说大家都想说，既然美国不稳定，那我是不是有可能转向呢？还包含了是欧洲，因为欧洲呢现在堪称也是关税战的大苦主之一尤其德国呢，他们依赖的出口制造业恐怕会受到这个贸易战的打击，所以呢他们把2025年的经济成长预测下调到0。那同时呢，在这个汽车的部分呢，也和这个中国呢来进行谈判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对话，有更多的方式来处理经贸的摩擦。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就强调说呢，中方和欧方可以共同来努力希望深化双边的这个合作。可是你看，所以川普也有点紧张了，所以川普你看他就说，我们对于车用零件关税很可能会考虑豁免那他的再低头，我看呢欧洲跟日韩的汽车品牌呢就说，如果他们在美国卖不了车的话呢，只好打算就转攻中国市场了。所以你看到在上海车展上呢，欧美车的这个相关的新款新技术呢，也逐渐的都在这边有展出了。那分析就认为说，欧美车企在商业选择上呢，和政府立场并不一定完全是一致。当然，商人还是在商言商，所以呢，跨国车企还是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甚至还可能会加码那为什么要加码呢？因为你来看这个中东土豪他体验了中国车之后呢，说他当场就下定直接就豪砸了好几辆说呢，他不只是要代购他还可以帮这个家人代购一起买回去来，聂老师怎么看说现在川普难道说民调不满意度已经这么高了，可是他还在想着就是要第3任吗？好，选总统这件事情，他第2任选上算是轻而易举，而且票得不少。当然有一个理由，是因为世代的改变。大家知道，你只要很能够在平台就线上的行销，你就会是 king， 就是王。他呢玩这个推特，他在玩平台，他其实这个老年人其实蛮厉害的，他可以去进入年轻人的社群，然后可以进入去玩现在的新的这种就是社群软体。所以我觉得他有他的一套。这个呢，他也控制了大概所有的大部分选民的心向，所以在那个时候在选举之前就有人推了嘛，说他在线上玩得这么成功，他选上几率很大，而且票会很高，的确成功了。不过这一次呢，大家很清楚看到他民调低的主要原因就是他犯错了。他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
判错误判，他觉得他所打的高关税招会赢。但我还是要讲，他一开大家都知道这是他的工具，他运用这个工具当手段，他绝对不是要打关税，他关税一定最后就打个10%不错了。他一年的赤字3.5兆，现在是平均4%，10减4 6%乘以3.5兆2100亿，他近一年赚回2100亿够了。但是你就会差不多就均衡，你再高不可能嘛。我讲平均，所以他这是喊出来让大家怕的恐吓。那像那个日本那个不是常讲了，他就是在掠夺嘛，在敲诈，他用各种方法，他不是真的敲诈，他要达到他多元化的目的，包括你一定他制造业完全空洞化了，从 WTO 之后，他要你制造业回来，他的科技要把你最好的拿去，台积电给你100%，你就会来嘛，那个100%是真的吗？就是要你来而已嘛，他都是假讯息嘛，他什么你又是跟那个 ASML 啊9107什么算能科技去搞了9107，这个怎么来的？都是白手套弄，根本不是台积电，他要罚你10亿。我觉得他所有喊的跟要的不一样。那我现在要讲的是2.0，他上了3.0，而且现在说，很好玩。你刚刚讲的帽子，大家不是讲 Made in China，还特别强，Made in American。其实啊，连帽子现在都 Made in China。他选2028，我觉得你有没有机会？当然，现在共和党说依法律可能不符，不管怎么说，他一定会想嘛，哈。就像他看到习近平不是也这样做了吗？好，现在重点是这个的未来，我觉得很有趣。你刚刚讲到一个，我也想谈一下51州。你知道李维特啊，那个年轻女孩啊，漂亮的年轻女孩，之前也讲过了，我们的第51州，她发言时候这样讲，大家就笑了。你都还没有，只是川普讲一句话，你就说加拿大申请51州了，你不觉得很好笑吗？这是为什么？他在帮川普发出声音嘛，一个6很久毕业的一个普通经济学的女孩子，但是她还蛮听川普的，都帮她发声。现在一个重点就是加拿大卡尼上来讲话很硬啊。你扣我们这种关税，我跟你一样以牙还牙。它是这种 revenge 报复性的 retaliatory tariff， 就报复性关税里面属于不妥协，但不完全以牙还牙的。欧盟也是，中国是唯一以牙还牙，全部跟你反制的。现在卡尼讲出的话，你去推一下就知道，他不会跟你妥协。因此，他们非常清楚你，美国也是啊。1776年是从英国过来的13州，再跟法国部分，我们加拿大一样。我们现在还是英属联邦嘞，我们的禁币都还是这个英皇。你以为我跟你靠近很近，那是因为我们从利益、从地缘政治各种关系的友好。你现在用欺压住我们的方式，你觉得我的祖先跟你一样都是类边？你觉得我要听你哥哥或弟弟啊？我要听你哥哥的话吗？就在美国比较大哥哥，你这种哥哥就坏了，我还要听吗？你还对我要敲诈、要欺骗、要欺负，我当然去跟我真正的主嘛。所以当然这个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形象、他们的祖先、他们的形象还是以英国为主。当然，我觉得这种种的原因呢，我会觉得美国很有趣。我还要讲一下刚才我们讲那个很有道理，就是说美国的大票仓在农民。你知道美国真的，川普虽然看错，他选举的时候啦，要制造就业，要这个好像这个我们讲骗农民好了，就要这些票。可是他自己心里也知道，东岸的这个华尔街，西岸的矽谷。美国他对就靠这2个，所以你看他现在太空署长要换一个42岁年轻人，新创的老板有钱，斗局搞了 Elon Musk， 你看他心里要做的是什么？他真的那么贴近农民吗？不是嘛？他讲美国做大做成功 ，Maga 让他自己很有成就感，大家重视在华尔街、矽谷这一块。所以呢，我觉得他的未来会未来危局，未为危急，而且他最后搞不好会输得很惨。来杨老师，今天的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它的封面出来了。一只老鹰，美国的象征，受伤，整个贴满了绷带，但上面一排字，还有1361天呐。川普刚上任才满100日，但是连英国的这么过去捧美国华盛顿的媒体《经济学人》都说：“我的天呐！”我们还要忍受它1361天。我觉得现在全世界，不管是政府、企业、投资者，都是这样子的观点，心里都在默默倒数这样。这个怎么能够倒数呢？而他现在发了一个帽子 ，Trump 2028，他是说美国做，所以50块这么贵。可是呢，跟各位报告，在法律上他不可能连任，因为他自己的司法部长都说。不可能有法律的方式，甚至包含修宪，因为修宪在美国是一个不可能的工程。然后呢，能够让川普2028年继续当总统。有一个这种 people 也就是他找万斯选总统，他当他的搭档，
但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吗？所以他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他这又是在搞一波钱，搞他的支持者一种民粹。你看他最近这个发了一个文说，我发加密货币，美国总统可以发加密货币，这在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根本不可能，根本就是捞钱嘛。但因为他这个加密货币刚上来的时候价值很高，后来就有一点降低，因为他这一阵子的关税非常的混乱然后呢价格降低，他说前220个拥有我加密货币的人，我可以跟他进行这个参会，结果他的加密货币价格不断的往上高，因为大家想透过机会告诉川普不要再搞这个关税了啦，这就是捞钱。欧洲各位你知道吗？德国现在已经把华为视为正常的合作对象，也就是不再进华为设备了。英国的财政部长 Rachel Reeves 昨天说，我们跟美国的谈判不急，我们要守住我们的国家利益。日本这个石破茂也说，我们不急，美国显然要把我们当作这个对全球的样本，但是呢，我们要守住我们自己的汽车跟农业，不会一昧的让步。他再一次的派他的2军，也就是经济再生大臣30号之后再去一次华盛顿，就是拖看到你自己出现问题，拖看看你跟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税战怎么样的发展。各位，日本跟英国是跟美国一直都是长久以来的特殊的关系，而这2个国家都不买川普的单。那同时呢，英国的这一位财政大臣他特别讲，我们在环境道路安全还有网络安全，这我就听懂了，一定会守住英国的自己的利益。网络安全就是美国现在要英国也要接受，要把华为相关的设备呢给禁掉因此川普现在要的东西其实不只是关税，非关税的这些贸易障碍，还有呢要你买美债，要你支持美军，要你列下具体的这个目标，要进口美国的商品，然后呢要你针对中国的出口采取联盟式的制裁。现在几乎没有人在听他的，也就是说川普现在有一点坐困愁城在白宫对了，姚萍姐，中国大陆为什么要对美国的这个关税非常的强硬，而且采取报复性的措施？因为除了刚才这个聂老师分析了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中国大陆遇到的一连串的这个教训，另外呢，中国大陆他先守住在那里对美国寸步不让之后呢，他还警告世界其他的国家说，你们如果配合美国来打压我的中国的那我一样会对你们呢进行关税报复。所以大家一看呢，这个中国大陆很硬气，美国都不怕，然后呢大家来真的，那其他的各国，大家想想看，很简单的道理，当美国发动对全世界的关税战的时候，美国是第一大市场，那大家很自然的就去寻求第2大市场中国这不是很自然的一个逻辑吗？那再加上现在中国大陆也跟大家讲说，我呢并不是像美国这样子每天变来变去，然后呢决策毫无逻辑然后每天自吹自擂不但要占人家便宜，还要羞辱别人，我是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那大家来谈吧。所以对很多现在跟美国没有办法在短期内达成共识，或者对川普的个性不放心的国家，现在转而寻求跟中国的合作、和解、合作，甚至更进一步的市场的往来，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发展嘛。所以今天大家为什么各种的人都认为说川普现在这一招没效？因为他本来说他要搞这个关税战，不是为了要遏制中国崛起吗？那你现在你不是去整天都帮忙中国建立、提高他的国际地位吗？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川普现在想要连任第3任呢，他的这个企图心，至少他的支持者，至少川普的这个授权的官方商店显然希望川普2028不管他是基于想要捞钱的理由，还是在这个大家觉得对川普呢很失望的时候鼓励支持者，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
美国的宪法叫做双2/3，就好比我们台湾为什么大家现在觉得要罢免赖清德非常困难不是完全不可能，可是此刻不可能，因为立法院要过2/3的票数。那美国你要修改宪法，让他从只能做2任，要连任第3任，是你众议院也要通过2/3，参议院也要通过2/3。可是川普现在的不得人心呢，共和党担心明年的期中选举，光众议院共和党就要掉100席耶。你共和党在走下坡，然后你的修宪门槛那么高，你怎么可能还想第3任呢？所以川普现在想的所有的事情呢，最后都会成为一场空。但川普好像一天没有新闻版面，一天安静一下就没有办法哦。我们来看呢，这个才安静一天呢，川普再度对这个联准会主席鲍尔来发动攻击了。他就炮轰说，鲍尔是利用利率决策玩弄政治，还说他很可能会直接的就是扣给这个鲍尔，要他降息。那根据这个报道呢，还说川普的立场一度有软化，为什么呢？是因为有财政部长啊、商务部长他们的介入劝说。但是呢，这个川普态度大转弯啊，大家都摸不着头绪了。其实这也不是1天2天啦，川普的大转弯。那么分析人士就认为，川普呢是要安抚市场，同时也是要替自己找这个代罪羔羊。因为毕竟你看现在啊，美元美债啊这些啊都受到了这个关税战争的拖累哦。美元指数下跌了0.5%到99.377哦，所以市场上就认为说，美中对于贸易看法似乎还是存在很大的鸿沟，所以只要这个鸿沟还是在的话，美元的上涨就只是昙花一现。另外还有德国意志银行分析师呢，也把美元的警报层级直接就再提高一阶了，还说预告啊，长期美元续强的年代会结束，那么对欧元将会贬到超过10年以来的低点。还有你看到在 IMF 呢最新的一份报告当中竟然是就显示说，在这个全年的全球经济成长预期，从1月份啊原本预测是3.3%，那现在大幅下修到2.8%了。反之，中国跟印度呢将会变成是一个拉动全球成长的一个力量。那美国则是因为现在的整个政策不确定性越来越高了，所以呢，他们对于全球经济的贡献预期度就被下调了。所以现在在这个中美角力之战之际啊，是不是双方也在拉帮结派呢？我们看呢，大陆下周首都要举办香山论坛的先导会，以前有论坛还不够，现在还有一个先导会那么邀请了30多国的这个官员啊、专家学者啊一起来参加。那另外是呢，在美国部分呢，则是似乎把手伸进了中东我们看路透呢就发布了独家报道，称说川普计划在5月份拜访沙国时，就要宣布要出售1000亿的美元军备，而且呢还可能借此机会，沙国会提出要买 F-35啊、C-13洞啊这些运输机这个会不会成交，也是接下来关注的重点了。那另外是呢，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啊，现在就说解放军啊，竟然在这个20分钟内能够摧毁美军的所有航母，他是公开的这样讲那大陆国防部发言人马上就回应说，希望美方不要再这个迫害妄想症了，讲的好像都是危机是别人制造过来的。那可是呢，你看另外一个部分啊，是现在还有印巴这个冲突呢，也似乎持续的在升温。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范斯呢，他在印度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是不是同时也想要拉拢印度一起加入抗中呢？但是现在印巴自己问题也非常多，包含说被形容关系已经回到最黑暗的时刻，主要是在22号的时候发生这个针对游客的恐攻事件那印方现在就借这件事情指控，说是巴基斯坦的武装分子犯案的。那更严重呢，在24号巴基斯坦还宣布说要限时离境啊、关闭领空啊，以及暂停贸易等等这一系列对印度的反制措施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川普是亲手毁了美元美债美军吗？当前现在整个世界格局最核心的一个结构就是中美的竞争对抗。但中美的竞争对抗是怎么形成？很简单，也就是美国的整体国力在逐渐的下降，而中国却快速的崛起。这我们大概都看到了很多的层面。而美国的
整体国力下降，在经济层面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它的美债越来越高，现在来到36.2兆美元。第二个，它每年都高额的贸易赤字，每一年大概都超过1兆美元。第三个，它的制造能力每况愈下。西元2000年的时候，它的制造业能够在当年的整个全球制造业是占25%，它现在呢只到11%，而中国呢现在是33%。那联合国的报告认为，到了2030年，都5年后，美国的制造业会降到只有6%。所以川普就想说，那我就要用关税的方式，要大家买美债，要大家把这个贸易赤字归零，要大家所谓的投资美国，制造业回美国。但是问题是，以上这3个问题啊，美债、贸易赤字跟制造业的关键都是美国自己造成的。他自己储蓄率低，他自己的不懂得节约，他自己本身不断的印钞票，不断的在享受全世界的商品，因此他现在倒过来把大家变成是这个代罪羔羊。所以呢，这个时候美债就变成什么问题呢？就变成大家以前是一个所谓这个避险的一个工具，现在对，因为川普的不断的这种反复的政策，而且把大家当做一个代罪羔羊的这种做法，使得大家对美国的经济的信心呢是每况愈下。所以你看到他目前几乎这个大概中长期的债券很差的，巴菲特最近买了短期的，大概是7年还是10年的，也不过才一部分。所以很快到6月份的时候，他会有6.5兆的美债到期，他怎么办？他只有发新债还旧债，但是你发了新债谁买？只有美国人自己买，一定卖得不好。所以他为什么5月份他要到中东去？他就希望那些产油国，第一个把油价给降低，第二个呢多买我一点美债。我觉得这2个层面呢，他不一定都做得到。为什么？他都太乐观，因为这个前提是大家要对你美国经济有信心啊。可是你现在川普的作为，让我们对你美国经济有信心吗？不断的反复的这个跳动，而且你美国经济到了6月份还能撑过美债问题？到了6月份还能撑过就是通膨的问题吗？到了6月份，你的整个社会的动荡还能够维持稳定吗？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川普过去啊，他觉得用关税的方式这种下猛药，你不要认为是别人害他的。他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自己登广告，他那时候骂日本跟沙烏地阿拉伯占我们便宜，造成大量的贸易赤字，我们要用关税来惩罚他们。各位，川普就是这个所谓的关税的基本教义派。后来他一路要走向政治的时候，那些人才不断在写一些文章附和他。那他看到这些东西，就把他们找来，都是一些3流9流的学者，或者是一些这个操盘手，基金的操盘手。现在证明呢，他的团队真的就是如此。对，恐怕错误政策是更可怕。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聂老师怎么看现在这个美国状况 ？OK， 那你现在讲到了几个议题啊？有一个议题呢，我稍微讲一下，就是美元霸权这个东西啊。我们知道，1944年7月，在 New Hampshire 的 Bretton Woods 啊，这个是一个小镇滑雪胜地，但那7月开了一个会嘛，那个会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订定了美元为江山，用1盎司黄金换35美元，其他国家你不能做任何抵定汇率的政策，全部跟美元 peg US dollar 和 Germany 清算，所有的都由美元为主，就是美元霸权。美元霸权从此呢又一路延到，因为2战之后，美国是唯一 continental 没被打到的国家。所以他霸权了大概20年，到1971年8月15号，因为那个时候川普，我们等一下要讲，川普那时候30岁左右嘛，1946年出生的，他看到里根总统的时候，那时候发觉美元稍微示弱了，他的1盎司换的35、36、37、38开始不能撑了，所以他放弃，但他没办法松掉这个已经霸权世界的美元，他因此又跟石油，就中东沙烏地阿拉伯，那个是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 AI， 汽车、飞机都要靠能源，就去签了密约。就开始石油美元本位制，从黄金美元。我现在重点在，到了雷根总统时代，刚才有没有讲到这个很重要？因为川普他刚讲1987年那部电影非常重要，
那个叫 Apprentice， 也拍过，他就是当时呢里面的狂人法则之一嘛。他当时电影里面常看雷根总统的电视，因为雷根总统那时候真的就是日本旺起的时候，所以呢他讲出了 MAGA， 他现在才有点就在40岁深受感触的雷根那个时代，美元已经弱势，他这次想打出来，这次发现美元已经不可能再有未来过去江山，现在发债，刚讲旧债换新债，他现在要短债换长债。有一个很重要的，我很快讲一个重点，就是巴菲特最近买了3000多亿，他买的是短债，他不敢买长债，象征是什么？他抄底，现在是便宜减殖利率高的时候，他会赚哦，很厉害。各位也可以考虑一下，但是不要长，美元未来的信心已经不够了，最重要就是 confidence， 全世界对美元信心一直在打击，尤其中国啊、俄国很多将来都会走上很多去美元化，不管任何角度。